邱建良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他的出现给邱建良带来了大麻烦。此人是来自泰国的拳坛老将纳荣邦辰，35岁的他已经在擂台上征战了20多年。在几年前，纳荣邦辰一直保持连胜不败。就在纳荣邦辰过了打拳黄金年龄的时候，突然画风一转，出现了罕见的8连败，大几率是在日本打比赛的时候出现了意外。一般情况下，赛事方会安排日本小妹妹服侍纳荣邦辰。打了这么多年的拳，就不能好好享受吗？爽是爽了，但纳荣邦辰的职业生涯却出现了滑铁卢。然而就在此时，坦克邱建良正好需要打第一场跨界比赛。纳荣邦辰为了证明自己的宝刀未老，于是便和邱建良定下了比赛日期。这一战不管对于谁来说都很重要。从自由搏击转战到拳击的邱建良对比赛规则并不是很熟悉，但邱建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已经完成了惊人的蜕变。纳荣邦辰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拳击老将，然后泰国排名第3，实力是非常强的，然后近距离的拳法，这个爆发力，还有这个节奏，团队也给我制定了这个专门应对拳击比赛的这个训练内容。至于这个很多细节方面，我还不能向大家透露，所有的训练都是针对于拳击比赛来进行的，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但我们会通过一些专业的训练和这个专项训练来改变这些习惯。自从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到现在没有踢过一腿。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28岁的邱建良一直没有停止过战斗，从10几岁就开始一边打拳一边打功，一直到现在，邱建良都保持着勤俭的习惯。反观已经35岁的纳荣邦辰，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此时的纳荣邦辰急需一场比赛胜利来鼓舞士气。虽然脑子里是这样想的，但身体已经不允许纳荣邦辰那样做。然而邱建良是首次转战到拳击打比赛，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比赛节奏和比赛环境。找了一个时间差，邱建良一直在移动，前刺，再一次，但是都没有打到。然后纳荣邦辰的摇臂做的非常的老道啊，对，移动并不多，恰好躲开你的拳。拳击是以动作小而著称的，这个细节，这个格斗术是。所以说，对于2位选手来说呢，其实场上都需要适应。纳荣邦辰是一位典型的主攻选手，时时刻刻都在虎视眈眈盯着邱建良一举一动，随时都能给邱建良来一套不解释连招。反观邱建良在自由搏击领域打比赛的时候，就是以灵活为主心骨，能稳坐世界排名第1，必然是和他的灵活分不开的。再加上邱建良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高智商拳手，打起架来非常小心谨慎，并且还能时刻观察纳荣邦辰的一举一动。对于邱建良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点。一旦拖到这个8回合之后，这个一漂亮，纳荣邦辰有点站不住了，是有点懵。邱建良有机会，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邱建良本身他是这个脚下的步伐和进攻线路非常灵活诡异的，没错，2个人赌了一下重击。对，说打拳击的话呢，也有优势在。一般情况下，拳击比赛的回合数是比较多的，但这一次就只有4回合，所以纳荣邦辰以往的战术策略还需进行调整。对于这一场比赛，邱建良在赛前做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绝对不会带着失误走上擂台。对付这种拳坛老将，一旦出现一丁点失误，那么邱建良将会被纳荣邦辰永远压制。邱建良的进攻数现在占优，漂亮，漂亮。在赛前呢，邱建良说自己会担心，2个人如果对攻特别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出腿。对，我刚才也在想说，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我都替邱建良捏着一把汗，就害怕纳荣邦辰的表现稍微有点过激，看来是很想将邱建良击败，以此来证明宝刀未老。然而邱建良可不是谁都可以欺负的，面对时时刻刻都在猛压内围做动作的纳荣邦辰，邱建良第一反应就是往后拉扯，尽量不与纳荣邦辰展开激烈的换拳。毕竟邱建良还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有时候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你也会去推一推去推眼镜啊，不自觉的动作。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今天我看这个邱建良和赵教练都分别选择了全新的金色战靴啊，这个看看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兆头。对，纳荣邦辰开始转变节奏了。
开始打邱建良的腹部了，想要把邱建良的重心压下来。对，第二回合开始了，邱建良逐渐开始实施反击动作，不过那荣邦辰所给予的压制力依然很强，直接就是压着邱建良打。对此，邱建良一点都没有感到畏惧，照样能拿着拳头来与那荣邦辰展开对抗。毕竟拳击赛场是属于那荣邦辰的主场，根本不需要适应比赛环境和比赛节奏，直接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与邱建良展开对拼。那荣邦辰的拳法还是有这种典型的泰式拳手的这种风格啊，对重击更在意啊。而且其实对于这场比赛呢，那荣邦辰内心就一个想法，以最短的时间打出最有效的进攻。那荣邦辰本以为实施疯狂压制就可以压制住邱建良，实则不然。邱建良就喜欢逆风翻盘的比赛，压得越紧张，邱建良内心就越高兴，只要发起进攻就会露出破绽，这就是邱建良的聪明之处。晃来晃去就是要等待那荣邦辰的率先出击，不然邱建良的防守反击也无法正常实施。难练，看到平勾，漂亮，又2次，那荣邦辰后退了，站不住了，有一些晃。哇，邱建良这次的拳击赛给我们带来了挺多的这个精彩的部分。对，哎，相对于那荣邦辰的沉稳，邱建良的这个突发的能力非常的好。一直到现在，邱建良的拳法才得以运用，前期只是在干扰那荣邦辰的心态，并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来与那荣邦辰展开对抗。到了第二回合的邱建良也不再进行忍让，快速的步伐移动加上精准的重拳出击，打得那荣邦辰的脑袋多少有点嗡嗡的。但这些还不足以让拳坛老将那荣邦辰停止进攻，则是采取了更强一步的压制。被打的有一些摇晃，但是很快就找到了状态，并且把状态前压。是，虽然说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那荣邦辰在巅峰时期，在整个亚洲啊，都是这个睥睨群雄的。好，上空没打断了一拳，是。第三回合开始了，这一回合是非常重要的一回合。前面2回合可能是属于试探，但到了第3回合，一般来说都是发力局。那是因为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个回合，这一回合再不发力，等到最后一回合再发力的话就晚了。然而那荣邦辰可不管是不是发力局，从比赛一开始就一直在猛压邱建良内围做动作，看来是打常规赛事打习惯了。那荣邦辰之前接触的比赛最少都是10回合赛制，这一次只有4回合，所以那荣邦辰一上来就直接猛压邱建良，从头到尾都给足了邱建良压制力。比赛经验啊，这个来决定了场上的这种心态和状态。打得多了，这种你要让他抓到一个机会啊，他非常晃了，5秒了，5秒了，感觉还没有缓过来，对，没有缓过来，对，强行的在调整，好一些。上一次读秒并没有给那荣邦辰带来太大的损伤，但这一次击到让那荣邦辰意识到了敌我差距，2次读秒已经给那荣邦辰制造了大危机，再这样打下去，恐怕那荣邦辰的脑袋会被打成筛子。是，还要打。好，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好了，击倒，漂亮。3回合，1回合3次击倒。按照比赛规则，裁判不需要再进行读秒，直接就可以判定那荣邦辰输了比赛。这一次胜利给邱建良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向全世界的人民证明了中国不只是自由搏击厉害，拳击也是数1数2的存在。跨界的突破的成功，足以去让很多的质疑声可以熄灭了。没错。比赛到这也就结束了，咱们来听一听邱建良赛后的发言。这一段发言全部都是击中要害的肺腑之言。但现在中国出现了张志磊，最起码拳击界有拿得出手的中国人，给我这次机会，然后让世界拳迷重新认识我。跨界打职业拳击，
谈一谈这场比赛之后的自己的感受吧。打之前，各方都是压力，包括球迷粉丝，包括身边的人，一开始其实也是极力反对，尝试一些新的事物。但是没想到打完之后，我觉得好像咱们中国自由搏击的发展速度要远远超过中国拳击的发展速度。觉得拳击，目前来看 ，so far so 还不过如此。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这2年自由搏击要完完全全超过这个中国拳击的这个发展，我也希望中国拳击的这个发展速度可以快速的向前，共同推进咱们中国搏击的发展。